在东南亚国家眼里，中国有多强大呢？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，地处亚洲与大洋洲、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。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，分别是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老挝、越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文莱、印度尼西亚。东帝汶，总面积约449万平方公里，人口6.6亿。据统计，东南亚各国中有8个国家普遍认为，如今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基本能与美国抗衡，且不出10年就会超越美国。为何中国在东南亚心目中的地位会变得如此高呢？首先，中国是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，作为给联合国权威压阵的5大常任理事国，每一个综合国力都是金字塔顶端的存在，即便是实力较差的后2位，也能轻松碾压其他国家。其次，整个东盟国家加起来的人口和面积差不多是中国的1半，但东盟10个国家的经济总和竟然只有 3.4 万亿美元，还不及中国的1/5。并且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，比如比较有钱的新加坡和文莱，分别靠旅游业和石油起家，所以人均 GDP 高达5万美元。而比较落后的老挝和缅甸，人均 GDP 不到1000美元，这样的贫富差距显然已经违背了东盟建立的初衷，根本没有达到共同成长、共同发展的效果。反观中国，虽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但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世界水平，仅用了仅40多年的时间，从食不果腹到全面小康，并迅速成为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世界任何国家惊叹。再说说军事方面，新加坡作为东南亚11国中唯一一个发达国家，经济实力略强，武器装备自然也强上一些，但国土面积小的硬伤也直接导致新加坡无法持续作战。而东南亚各国中唯一能打的国家恐怕也只有越南了，毕竟越南军队曾经跟法国和美国打过仗，作战经验还算比较丰富，但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靠国外进口，而越南经济实力有限，军费预算仅只有50亿美元，基本没有用过什么先进的武器装备，多数都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。所以在军事方面根本就没有可比性，中国的武器装备全部都是自产自足，从枪械弹药到航空母舰，几乎覆盖了世界上所有类型的武器装备。除了单纯的制作装备外，中国一直都走在科技领域的最前沿。比如航天领域，由16个国家联合打造的国际空间站，唯独禁止了中国参与，而中国却凭着一国之力将天宫2号空间站送上了太空，甚至还向全世界开放使用。对于中国的崛起，东南亚各国心里也是又喜又怕，喜的是东南亚终于能抬起头来了，怕的是美国强制干预东南亚。所以目前也只能在安全上依靠美国，经济上依附中国，但这样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，相信最多20年，中国的影响力就能完全超越美国，成为东南亚各国最有实力的合作伙伴。